说着走着我的生活，与你交换故事那刻，我看着你等待，也很快乐。有多少人来过，多少人走了，也许真心才会让爱沉默，留下什么爱过。我跟你说了，那是因为威廉他自己搞不定了，所以他才让我一直去的。你没有跟我说你跟刀夫人约定了生死，你还没有跟我说你跟杨雪。多少人来过，多少人走了，也许真心才会让爱沉默，留下什么？感谢你懂得我，有的路不再有苦涩，没你守护的我才有资格说爱过。昨晚灯火还微微亮着，没有什么是亲情解决不了的，如果有的话，就再来一顿烧烤。你看现在就是这样的条件和情况，你还满意吗？那起码还得来顿烧烤。你放心啊，我没有跟秀秀约定好，我只是希望她可以把我处理掉，但这也是在遇到你之前的想法。遇到你之后，你打乱了我所有的计划。我也没有和杨雪儿约会，威廉和小程都能做证。我只是不想让工作的事情占用我们的私人时间。对不起，是我太糟糕了。不是你糟糕，而且我花了全部的健康和精力陪着你，你不准糟糕，你很重要。你今天真好看。我知道啊。所以你放心啊，你还在的时候，我不会考虑自我毁灭。关于未来的话，我们还有时间去讨论。我陪你，还是留下？我们再商量，好吗？所以你听到我讲的话了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吗？我那天看到他跟杨雪儿吃饭，我突然觉得，但凡他庸俗一点，贪图享受一点，他都可以拥有很美好的伴侣。我爱他，但是他的过去我无法参与，他的未来我也无法给予。他有可以共赴死亡的灵魂伴侣，也有可以等待他的美好家人。那我呢？我算什么？我只是一个没有用的、不该出现的止疼药，一个不正常的人，还幻想谈正常的恋爱。我之前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的生命，你都没有陪伴，但之后可能未来也很短暂，但不代表不能互相给予。就像你说的，我是有可以共赴生死的灵魂伴侣，但是秀秀真的就像我家人一样，我几乎陪了她一生。还有啊，你所谓的美丽家人在等着我，那也是商业欣赏吧。你要记得，你不是不该出现的止疼药，你是我这辈子最闪亮的回忆。我又不是秃子啊，那么亮干嘛？怎么样？所以这件事可以吃醋告终吗？那谈恋爱不以吃醋而告终，以什么而告终？是吧？所以就是要吃醋了，是吧？所以才把林诺言给我叫来，过来气我，是吧？要感谢他。我感谢他，因为他说是喜欢我，但是他可能欣赏的是你。喜欢我？那照你这个意思的话，那就不怪他了。那不怪他怪谁啊？怪我喽。
怪威廉的呀。哦，怪威廉。要不是他不行的话，他能让你出去接客？哦，倒也是，那就怪威廉，都怪他是吧？对。还有那个咱们家的大橙子，是不是？对。他怎么不拦着点林诺言呢？让他过来带你跳舞。他如果不带你跳舞的话，我就看不到；看不到的话，我就不会生气了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就是怪钱程，他嘴太碎了。这俩人真的是指不上。指不上，指不上。啥也不是。啥也不是。还是你最好。我第二好，你第一。你这个呢，明显就是脂肪囤积不够。人体呢是需要一定脂肪含量的，像你们这样减肥，迟早会月经不调。那怎么办？我们这工作不能胖，也不是只有节食可以减肥啊。像你们工作量大，运动量也大，这样下去身体肯定受不了。来，你吐舌头我看看。你这一看就是营养不良。像你们这样营养不良的呢，我推荐你们是找一下营养师或者中医调理会比较好。他这是跑咱们这儿来拉生意来了。拉什么生意啊？人家是急诊科医生，又不是中医。不是中医还给人家把脉，分明就是骗子！我去揭发他。你别胡说八道！你们别相信他，他根本不是中医，他就是个骗子。小蠢猫，你说什么？我真的懂中医。这撩妹果然还需要掌握一项技能。还行吧。其实呢，我也会算命。给我也看看吧。哎，我也会算命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这个提拉米苏味道不错，推荐林教授尝试一下。既然钱总推荐，那一定要尝试一下。女伴就这么被人带走了，你倒是很淡定。谈恋爱这种事嘛，讲究的就是顺其自然。这也太佛系了。我认为恋爱中的努力，本身就应该建立在双向互动的基础之上。两个人相互喜欢，彼此努力，这叫携手共进。如果一个人已经心有所属，而另一个人还一个劲儿的单向你，这叫不识趣。把人见了，也难免会多问一句：“你算哪块小饼干？”这饼干味道还不错。倒是你的计划落空了，现在会有点郁闷吧？就像你说的，我算哪块小饼干？我只是希望我的朋友幸福，不管他选择了谁，我都得支持他。那你还缺朋友吗？做科研的那种。我知道你也喜欢吃这个。你不是喜欢吃小咸菜吗？可喜欢了呢。那你吃呀。我吃饱了，外面等你们。我不吃了。走。你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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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嘛。说了你先。我去。注意安全。小心。两位祖宗，快点吧，要迟到了。马上了。那我走了。待会儿见。我还没道完别呢啊！我还没道完别呢。人生的每次相遇都是久别重逢。
好，今天我们来讲一下肝癌的病变组织以及对身体器官的影响。这位大体死于肝癌晚期。小月，这里就是存放大体老师的冷库了。给，谢谢。你看他脸上这些斑，我记得当初遗体送过来的时候还没有呢。还有，你看他指甲上的部分，我记得你以前跟这个奶奶还挺熟的，生前是不是除了肝癌之外还有其他的疾病？不是疾病，是药物残留，我得赶紧通知苏警官。非常感谢你们配合工作，苏队那边有任务，等他忙完就去找你们。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也谢谢您，林教授。别客气，如果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。太谢谢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，慢走。谢谢。拜拜。哎，对了，小月，上次那个非法药物的案子出了事之后，是不是就不再调查？其实我只是换了一个方式在查，后来遇到2个吃特效药受伤的人。其实徐奶奶也是受害人之一，她女儿为了治疗她的癌症，从依托那里买了特效药，差点把徐奶奶吃成精神分裂。还有这样的事？这次谢谢你叫我来，这事对我很重要。你跟我客气什么？那还有什么能跟我说的吗？或许我能帮你。这药害了很多人，我也是绝症病人。我不希望有人利用我们对生命的渴望肆意害人。我理解你的心情。你看，相比之前的紫肝，颜色是不是变淡了很多？但是面积更大了。每一个服用特效药的遗体，现在尸斑跟紫肝颜色都不一样。我觉得就像你说的，他们的人或者是团队在不断的改进配方。显然他们的研究还不够完美，会有更多的受害者，他会拿更多的人做实验。人类医学史上有许多数据都是非法获得的，比如不合法的活体实验，还有非法克隆研究等等。总有一些人觉得自己可以凌驾在他人之上，拿人不当人。可怕的是，他们都有很伟大的信念，他们觉得自己的行为是为人类还有医学史做贡献。但更讽刺的是，有的时候我们还真用到了他们研究出来的数据。怎么样？最近和林教授接触了融洽吗？你别说，过几天我要去跟林诺言去志愿者协会呢。其实有的时候可去可不去的事情就可不去了。你吃醋的样子也很可爱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。你有。这么明显吗？面部都要出紫肝了。干嘛？要许愿？男孩子闭眼就是想让你来一口。你实话告诉我，你是不是也花了5毛钱在威廉姆那边学课？300块。可以了解一下我们活动。同学这边需要了解一下吗？林老师您好，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。同学这边看一下吧。同学，你看一下我们这个活动吧。同学看一下我们林教授，我刚才看了你这个器官捐献，我想问你，你实验室什么时候还做开放日呀？这后面有一个2维码，你看到了吗？你们可以关注一下，上面会有时间更新的。了解一下。谢谢林教授。我是不是也应该转学校当老师？你不就想要迷妹吗？那迷妹来了，给我也拿一张单子。薛小姐，你是不是要先了解一下器官捐赠在哪？无所谓，反正我很晚才会死，到时候也是皱巴巴的老太太了。你们喜欢什么器官，拿走就好了。
要不要给他普及一下基本知识？小水萌，我带你去了解一下什么是器官捐赠。金小鱼，苏警官，哎，苏警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过来啊，感谢你上报线索，顺便来参观你们的活动。这是你儿子？大爸爸，这个小姐姐好看吗？臭小子，小姐姐好不好看跟你有啥关系啊？啊，小帅哥，姐姐特别好看，要不你摸摸？没我妈妈长得好看。你怎么说话呢？哎呀，这因为药品的案子啊，好久都没休息了，好不容易休息一上午，带她出来逛逛。当然是你妈妈好看啦，你妈妈最好看。苏警官，哟，你好，你好，林教授。你俩认识啊？送走徐奶奶遗体那天晚上，就接到苏警官的电话了，我们还加了微信，聊了很多。其实案子的事没聊几句，主要啊，让林教授给我普及了一些这个器官捐赠的知识啊。我想请问一下你们啊，就是说，如果一旦我填了这个表，你们怎么能在第一时间就知道我是这个器官的捐赠者？是这样，一旦您填写了捐赠单，您的资料呢就会进入到器官捐赠的协会的系统。这样，如果有一天您进入到捐赠流程的话，那救治您的医院就会在系统里面看到您的资料，或者您也可以把捐赠单放在车里或者随身携带，这样都可以帮助医务工作者们第一时间确认您的捐赠者身份。明白了，就是说，如果我遭遇了意外。就是如果啊，就是一旦救护车把我送到医院，一旦入院挂号，你们就会第一时间得到通知，是这意思吧？明白。哎，那你们这个表是在哪填的呀？小玉，我带你去，走。走，大儿子，走，走。哎，这是登记表，您这边一份，我们这边录入一份，然后您可以放在车里，随时可以让医护人员确认。好嘞。大爸爸，你要捐什么呀？你大爸爸呀，要捐献身体器官。鼻子还是嘴巴呀？大爸爸呀，要捐个眼睛。等有一天大爸爸出事了，大爸爸的眼睛就给你，这样你就能看见这个世界了。苏警官，是这样的，遗体捐赠需要系统配对，不能指定。我知道，我就是哄哄这小孩。明白。儿子啊。大爸爸的眼睛啊，又大又好看，看得可清楚了。你想不想要啊？我不要，大爸爸你要好好的，我看不见也没事。好儿子，爸爸不会有事的啊。我就是说以防万一嘛。来，我来填表。苏警官，这个是我联系方式，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的话，再联系我。好的。你们这工作太有意义了，真好。对了，苏警官，有个事儿啊，你说。我怀疑那个做特效药的团队，他们在拿患者做实验。谭月然也好，徐奶奶也好，他们可能只是众多实验者中其中一个。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？徐姐的遗体解剖了吗？解剖了，但是结果还没有返回来。那我就说说我看到的吧。从公交车上那个犯罪人到这个癫痫患者，2位的尸体都是我亲自验看过的，遗体的状况很相似。但是指甲的变化颜色很明显，尸斑却不明显。没事，你说。犯罪人尸斑少，但是颜色最重。癫痫患者比犯罪人尸斑多，而且子干遍布。徐奶奶的尸斑则是面积大，颜色浅。这个要等我回去看完那个尸检报告之后才能决定，然后我跟徐姐开个会商量一下。好。哎，你对这个案子还挺感兴趣的。实不相瞒，我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来查这个案子。是，可以理解，毕竟呢，你也是公交案的受害者，想知道谁害你的这件事也无可厚非嘛。不过你能做到线索线报这件事，已经很好了。应该的。行，那我就送你们到这儿了。好，来，宝宝，跟姐姐再见。再见。拜拜，宝宝。好嘞，那我们过去了。行，慢走啊，苏警官。哎，走喽，回家喽。儿子，大爸爸要去忙点事儿，先把你送到妈妈那儿，好不好？你不是说晚上要带我去吃汉堡吗？晚上吃汉堡，行，
你等大爸爸忙完了再回来接你，带你吃汉堡，好不好？你说的。我说的。钱总，苏警官来了。苏警官来了。苏警官好啊。你好。要不要来2杆？哦，不了。联系上你一次不容易，咱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吧。好，你们下去吧。来，往这儿走。好。来。喝水啊。谢谢。苏警官，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啊？我知道你在队里面有一些朋友，我听他们说了，说你一直在私下调查大巴车的这个案子。大巴车的死者还有你弟弟，是有什么关系吗？是这样啊，苏警官，这个死者我确实不认识，主要是我弟弟的朋友，关系好像挺不错的。早上你说出门坐了一趟公交车，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没了，我弟弟不甘心呢，所以就托我稍微调查了一下。上次做假证的那个小贩也是你送来的吧？我知道，你们这种有头有脸的老总呢，都不想跟这种命案有牵扯。不过我们还是要谢谢你送来的这个人证物证，只是手段欠妥。是。我现在也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让你负责，但是我希望你还是不要轻举妄动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你跟你弟弟说，我们一定会查出真相，还他一个公道的。这个你放心，我一定跟我弟说。但是苏警官，这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，凭一己之力救了整整1车人，这样的人不能白死，您说是吧？任何人都不能白死。是。没什么事儿，那我先走了。啊，走了。苏警官，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提。提前谢过。哎呀，辛苦了。喂，你怎么又打电话来？你敢？我告诉你，你敢碰到孩子一下，我跟你拼命！抢救室。嗨，小鱼，你来上班啦？走。鱼儿啊，赶紧跟我回去吃药。师傅，咱吃什么药啊？黄大夫的新方子。您说实话，您是不是黄大夫的托？这什么病呢？子音的。我觉得我不会被罕见病害死，我会被你俩折腾死。哎，你去医院，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了，再复诊一次。啊！小人，这会儿的。哎呦，师傅，对不起，师傅您拿的什么呀？体检报告。啊，师傅，您体检出毛病了。
你盼我点好你。还要会诊呢，师傅，小鱼儿这不会出什么问题吧？这还不是早晚的事儿。师傅，你也别难过，这不是还没会诊呢吗？他这毛病也不是1天2天了，我没事我就给自己做心理建设。哎呦，师傅，要是有一天小鱼儿不在了，我给你养老。小子，有你这句话就行了。哎，师傅，您见着小鱼儿男朋友了吗？没有啊，你见过？程蔚兰见过，还说长得可帅了，还有钱。小鱼儿没跟我说，我也不好意思问呢。哟，师傅，这个不像您啊！您当时给他找对象那时候，满世界宣传，到处托人。如今你还不着急？谁说我不着急啊？我急得都冒烟了。那会儿他没对象，我满是嚷嚷是为了宣传。现在他有男朋友了，你说我再急着问，我怕他起反效果，我给人搅和散了。小鱼跟您一样，都不爱给别人压力。你要是盼着他带着男孩过来找您来，我看是多半没戏。他这病越来越重，你还不赶紧主动点儿，跟着未来你去见见。那我怎么主动啊？不合适。怎么不合适啊？难不成你还等着小鱼葬礼上跟他见？胡说什么呢你？师傅，我开个玩笑，你没当真啊？那我先去忙去了。啊，滚！小雅，这首歌我奶奶也会唱，这首歌就是我教给你奶奶的，是吗？我也会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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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好听啊，你是来糟蹋情怀的。对，杨雪儿给我打电话了，她要约你。不去了，他问我要你联系方式，那你别给他就好了。不给啊？少爷，我就佩服你这种见到美女都不动声色的人。哎，如果你要是普通人，你会选谁啊？那肯定选金小鱼啊。金小鱼，你都不带犹豫的。从客观的角度来讲，一个普通人一定会找另一个普通人作为伴侣，因为这样更有安全感。从主观角度，我喜欢小鱼，他哪儿好啊？哪儿都好，我去，太经典了！我要把这句话记下来，写进我的小说里。多好！你是上我这儿找灵感来了是吧？啊，少爷，你要跟我分享你的爱情故事吗？是啊，来。天头哥，你好帅呀！幸好有你。上了年纪的人没有爱心啊！警察找你了。放心，我用之前商量好的说辞糊弄过去了。你又不是犯罪嫌疑人，他们应该不会再问你了。那群人在改良特效药。改良？对。他们一直在用不同的病人做实验，进行回访，从而改进药效。之前那几具尸体，他们的表现都不一样。我把这件事情跟小鱼说了，希望负责这件事情的警官和那些法医可以发现点什么。我跟那个警察聊了几句，感觉他是个很有掌控力的人呢。那就看他的喽。啊，你画好了没有啊？人家家属都催了。
你这比例不对吧？我这怎么看着跟照片上不像是同一个人呢？怎么不是一个人啊？再说又不是谁都跟金小鱼一样，她干活细致，那是因为她是女人。你这话说的，照你这么说，那手术室里就没有男大夫了？哎，你来，我不来，我没有接二手活的习惯。你快点，赶紧的，一会儿赶不上火化。我现在就期盼着赶紧下班，别加班。要是小鱼在就好了。哎，你也开始喜欢小乌龟了？喂肥了，给你炖汤喝。我怕是等不到他们可以炖汤喝的那一天了。哎，我特别想问你，你种那么多花是为了干嘛的？因为想当个花季少年。你又给威廉姆交学费了？其实啊，是为了寻找那个陨石的山寨。当年呢，我在办昏迷的时候发现了许多美丽的花，可是后来呢，就再也没有见过。我找遍了世界各地，找过很多花田，都没有找到。于是啊，我就买了各种各样的花种，种了80年，但一个都没发现。种了80年？每一个种子都开了花，结了果，可是没有一个是一样的。你之前不是说那个陨石有辐射吗？会不会是那个花接触了陨石之后就变异了？也有这个可能性，但是连类似的样子都没有。你在笑什么？我就是觉得我们现在就像普通情侣一样，下班了回到家，喂喂宠物，牵手散步聊聊天，挺好的。还有2个不靠谱的孩子给做饭。完了，今天是前程之日啊！我的肚子，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忍受他们俩的。反正我不会消化不良嘛，顶多就是味道难吃一点。再说了，人家这2年厨艺还是有长进的，尚可忍耐。真可怜，活得久了之后，这种苦到手。所以你得对我好点啊。少爷，前程做了黑暗料理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我当初为什么要救他嘴呀？你好。你好，你就是金小鱼吧？啊，是的。我是给你打电话的文宇，你是器官捐赠志愿者？没错。电话里听您说你是器官捐赠人家属，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？请坐。谢谢。这上面有你联系方式。苏警官，他之前来参加过我们的活动，当场就写了捐赠申请书。您是？你跟他什么关系啊？捐赠单上为什么要留你的联系方式？你误会了，我们俩没关系，我们俩就见过3次，而且每张单子上我都会写我的联系方式，方便捐赠人随时咨询。不过，请问一下，这单子为什么会在你这儿？他出什么事儿了吗？他是我老公。我们结婚还不到1年，他前2天出事了。什么？苏警官出事了？是已经到了要器官捐赠的地步了吗？他出了车祸，进了医院。我找到他的存折，准备取医药费的时候，发现他每个月往外面偷偷打一笔钱出去，还发现他还有一个手机，他外面一直有人。可以想象，对你的打击肯定很大。知道他把钱转给谁了吗？妈呀，你怎么还在玩反转的？我不知道啊，你要想知道，你去查那个账户名字就行啊。账户我查过，是个女的，
我委托我老公的同事去问，他们所有人都在遮掩。之前你让我调查的警察苏家凡出事了。少爷拦住小短命鬼的腰，他越靠越近。不是，少爷，你带我去哪儿？你是不是要报复我？所以，你觉得我是小三？你去查账户，名字肯定不是我呀。账户可以做文章，别人替你收款都是有可能的。这是你儿子？你刚才说你们结婚还不到1年，确切的说18个月零12天。8个月，这也不长啊。但是我们相恋了8年啊，是你对不对？真的不是。你是不是对我女朋友有什么误会啊？又来这招。好，杨菊仙。哎，你别走。你还没回答我，那我问你，为什么认定是我？他昏迷前最后一通电话是打给你的。什么？去2院。负责案子的苏警官出事了，情况有点严重，已经到了要捐赠的地步。刚打电话问了未来，人就在2院。这个人是干什么的？跟少爷一直查的案子有关吗？这就是我不想让你们参与的原因。我先去看看情况吧。那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吧。不行，那边有警察，你还是少出现。苏警官现在什么情况？还在抢救，已经进入配对流程了。配对成功了，但是他家人不让签字。听说是执行任务的时候出了车祸。我知道，他老婆刚找过我。这位苏警官在昏迷前给我打了个电话，他老婆循着线索找来，还以为我是小三呢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他打电话的时候我在体检，然后我拨过去就没有人接了。没想到，不过这苏警官也真是的，这种危急情况打电话给我干嘛？我要是他老婆，我也得气死了。我知道他为什么给你打电话。你知道？为什么？他刚刚短暂的醒了一下，他说要找一个叫金小鱼的志愿者，说如果他死了，让你把他的眼角膜捐给小裴。小裴？大爸爸，这个小姐姐好看吗？原来如此，应该就是那个盲眼的孩子，是他儿子。那你把这事儿告诉他老婆，不就皆大欢喜了？欢喜不了，这儿子不是他老婆生的。一瞬间，场景仿佛是很久以前。你的衣衫，风吹起，定格成画面，似曾相识，忍不住你细致容颜。你仍少年，我长发为一件，谁分辨梦是执念或者是谎言？过境迁风不破灭就是线，此生分别若有朝一日相见，却不知今天是何年。怪我天
潇洒。